你父亲最后反对的人，不是梁敬山，是谁？一个被抹掉的名字。钱启荣。你也在查我父亲？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嫌疑人的女儿？契约写得很清楚，不得损害对方利益。你用旧案试探我，已经越界了。苏小姐，事情不是这样。我没问你。周明，出去。如果我要利用你，何必让你看这些？因为你瞒不住梁敬山，才换种说法。你可以这么想。刚出集团就被跟踪，怎么信你？被跟踪的事，我没瞒你。那旧案呢？我也没准备一直瞒。所以你在安排节奏？是，远星已被盯上，有人会抢叙事。抢叙事？把你父亲塑造成罪人，把你推到台前，到时候你就是靶心。别用危险吓我。不是吓你，钱四爷在绕。绕什么？绕舆论，绕景琛的风控边界。7天前有人递材料，全指向你父亲。所以你查我父亲，是为了压住这些？我查的不是你父亲。为什么不说？有些还没证据。没证据不等于不能告诉我。告诉你，只会让你做出反应。别用管下属的方式管我。我没有不信你。那你信我什么？信你不会退，所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局。那就把局摊开，共享旧案信息。我不碰你机密，你别截断线索。真正的动作应该在明晚，远星院。苏婉晴，明晚之前不要单独行动。陆总，合作不等于听令。抱歉，风卷到草坪里，我捡起来了。你是谁？我叫方旭，新邻居。你认识我？见过群头像，你刚从移动出来。观察很仔细。习惯，空间设计师。晚上观察邻居。会观察光线。你刚才肩膀绷得很紧，像被难懂的图纸困住了。为什么对我说？你看起来不像想被追问，所以我也不问。谢谢。归还东西的话，可以结束了。空间能让人放松，解决不了现实。但能让你有力气面对。经常这样安慰人。算不上安慰，是提醒。紧张时，颜色会变成一种。什么意思？现在，你看到什么？黑色、黄色、绿色。再细一点。叶子深绿，石子路偏米色。很好。这有什么用？让注意力退出来一点。吸气看一种，呼气换一种。教我放松。如果你愿意试。现在没那么吵了。一直很安静。我说的是里面。你边界感很强。不喜欢被越界。也不越别人的。尽量。刚搬来。半个月。离项目近。什么项目？公益图书馆。旧社区改造，很有意思。原来那栋楼采光不好，我想用天井引自然光。听起来很理想化。是，但理想化也要落地。你说图纸的时候，倒不像困住了。因为图纸有时不是困局，是答案。
这是工作室地址，有空来看看。你邀请所有邻居参观，目前只邀请过物业经理和你。为什么？物业经理管钥匙，我呢？我想让你看看，宁静不是逃避，是整理现实的方式。我不一定有空，没关系，也许会很忙。那就等你不忙。你对所有事情都不急吗？设计急不来，人也一样。如果我去，会提前联系。好，晚安，苏小姐。你刚才还说不认识我，现在认识了。你在哪儿？苏婉晴，上车。陆景琛，我只是下楼透气。和谁？邻居。所以，你现在是在提醒我？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。方旭，你查得很快。我没查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名字？你刚才叫过。远星院节点压到明晚，前4爷不会等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好像只有你在看见危险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你看见我不是你的下属。我看见我不是你的下属。陆总，出事了！这份合同来源：多层账号，痕迹很干净。通知法务投关并购组，10分钟会议。是。我也去。系安全带。你不问我为什么？你刚才表情变了，知道什么在会议室说。不是你替我安排，是我需要你。建议先发降温声明。不行，这等于坐实问询。市场不等完整证据，难道去道歉吗？是安抚情绪。安抚和认错有什么区别？陆总，监管那边先打电话。等。可是，我要的不是解释，是反击路径。路径1，发声明。路径2，锁定来源。最弱的一环是什么？协议编号 YX17B。你说什么编号？远星旧协议 YX17B。把合同目录调出来。这涉及内部资料。给他。它不是转移资产协议。依据呢？看这里。主合同是运输结算 ，B 协议是风险隔离。风险隔离？对，只有延迟责任和扣留规则。底稿履约函编号是 YXXERY17附录3。你怎么记得？调出来。这能证明 B 协议的性质。对方的逻辑链断了，他们是偷换概念。公告3层。第1层，明确否认资产转移，附风险隔离条款摘要。第2层呢？披露履约函和扣留记录。第3层，媒体问答。不要防守，拆开对方逻辑。加一句，关注完整协议，不看截图。再加，启动证据保全。提恶意做空吗？不提。让监管看事实。我联系交易所。我去准备媒体口径。苏小姐，履约函能再核一遍吗？可以。喝点水。这也是安排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
感谢，做得好。你刚才没打断我，因为你是对的。如果我错了呢？我会接住后果。你别总揽下风险。我习惯了。那不是好习惯。你刚才不是也一样？这是我父亲。你认识另一个人吗？不认识，但我见过这座旧厂房，在远星资料里。放大。去书房。先看时间。你怎么看？你父亲的外套不像今年的款式。8、9年前，他常穿深灰和藏蓝。你记得很细。他出门前总会整理袖口，而且他那几年常去旧工业区。这里有个城字，后面像是风，乘风，也可能是盛。字体不对，是红。为什么？我见过，远星早期的资料里有一张搬迁清单，写过红城旧材馆，不是厂房，更像中转场地。你确定？远星没必要在那儿见我父亲。所以，另一个人不是远星的人。这种夹扣以前常见于什么场合？中介资料袋，或者短期合同。不是正式并购文件。他不习惯站到镜头里。岩将。资本圈边缘的人。你父亲会跟这种人打交道？会。那时公司状况不稳。看站位。我父亲站正中。那个男人偏半步，说明拍照的人认识你父亲。照片不是给他们自己留的，更像刘正。他们早有这条线，所以才会挑在今天发来。先试探，再把你父亲抛出来。他们想让我乱，也想让我动，先不惊动别人。为什么？谁查，消息就会从谁那扩出去。你要自己查？先查底片来源，再查管址。你父亲常见联系人是什么？债务协调人、资源卧社。没有远星高层？如果有，我会有印象。那就先按边缘界设查。方旭，图书馆。之前答应过。现在这种时候，你还要去？我不想节奏被别人牵着走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对方会继续逼近。所以我连出门都要报备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答应了，就来。无糖热苓茶，你说过不喜欢太甜。你记性不错。职业习惯。怎么样？很安静。我想做的不是震撼，而是让人停下来。你看这个弧形书墙，为什么做成这样？直角有时太像命令，弧线让人放松，空间要先接住它，而不是逼它适应。你是不是有感觉？有，像被留了余地。对，就是余地。你再看那边，这是给失眠者留的区域。还考虑这个？为什么不？很多人睡不着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读书，只需要个地方让脑子安静下来。这种地方太少了。你怎么想到这些的？以前做商业都在比流量，比视觉冲击，空间不该只是让人消费注意力。那应该是什么？容器，装得下疲惫和沉默。如果空间真能接住人，设计师其实很残忍。怎么说？知道怎么让人安心，就知道怎么让人不安。你说的对。所以你选了前者。尽量吧。台阶低怕老人吃力，窗边留空给发呆留地，灯做暖
不然值班觉得冷。以前觉得设计要解决问题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还要安放情绪。你今天很像在做项目答辩。那你给我打几分？空间9分。还有1分呢？太想说服别人。被你发现了。你只是想让真正会在意的人看见。那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送你。为什么送这个？觉得你会喜欢。还是职业习惯？这次不是，是私心。谢谢。如果哪天你想找个地方坐坐，可以来这儿。好。约会回来了。不是约会。图书馆参观需要2个多小时。需要。书也是项目资料。那是方旭送的。我知道，扉页写得很用心。你翻了？它就放在这里。所以你就看了？我现在更在意的是，你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你的哪句？结束后给我消息。你忘了？苏婉晴，明晚之前有人在逼我们交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，却能让自己失联2个小时。我没有失联，我手机一直开着。可你没回。你是在生气，还是在审问我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越界了。方旭只是带我看了个项目，可你那句约会回来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他做了什么吗？可你约会回来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急着解释？陆景琛，你是在吃醋吗？我是在判断谁会成为你的漏洞。方旭不是。你怎么确定？直觉。你信直觉，我信证据。那你就继续信你的证据。站住！还有什么事儿？有。我刚查到，不是红城旧菜馆。那是什么？红城照相馆旧址，后面临时租给过物料中转商。照相馆？所以照片不是顺手拍的，它大概率有底片。而且，方旭发来的图书馆定位离这个旧址只有2条街。苏婉晴，你今天去的真只是图书馆吗？那是什么？我是在看你有没有漏掉什么。图书馆东入口出来，往南2条街，是旧河岸照相馆片区。你怀疑方旭故意带我过去？我怀疑的是，事情不会这么巧。他全程都在讲项目，没有试探，没有绕话，也没有带我去那附近。你很确定？我能分辨。直觉？不是，是人。苏小姐人缘倒是不错。如果你只是想阴阳怪气，大可不必。我像在阴阳怪气？很像。那你就当是提醒。提醒我什么？别太轻易信任。包括你。包括我。明天早上我去看旧址，你不用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晚需要睡觉。我还那么脆弱。是吗？那就至少把咖啡停了。陆总现在连我的饮食也要管。你要是能自己管好，我懒得管。红城摄像馆物料中转商，
临时租给苏婉晴。你怎么还没睡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我在看资料。我看见了，你脸色不好。没有。胃不舒服。只是有点……苏婉晴，想好了再说。可能是晚饭吃的少。加上咖啡，加上身体不服，还看吗？周特工，陆总，送胃药过来，再带一份清淡的粥。不用。现在。好的，陆总。真的不用这么麻烦。麻烦的是你。我只是胃有点不舒服，不至于。不至于什么？伏在桌边还要继续翻资料。查到什么了？我在比对旧河岸片区那几年短租名单，照相馆旧址后来转过2次手。名字呢？第2次登记很模糊，只剩半个姓。半个姓没意义，但租期有意义。你看，第1次转租结束是在我父亲出事前半年。如果照片底片一直存在，最可能流出去的时间点就在那之后。思路没错。所以我想今晚先把时间轴拉出来。然后把自己熬进医院。我没有那么夸张。你可以继续嘴硬，但从现在开始，别碰他。陆总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命令人？分对象。那我很荣幸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吃药。我等会儿。现在。陆景琛。粥也是现在喝。周特官半夜跑一趟，就为了这个？不是为了这个。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避免有人明天连站着看旧址的力气都没有。你说话一定要这么不留封面吗？对你客气，你会听。先吃。陆总，说。你今晚不忙？忙。那还管我？顺便。你这个顺便成本挺高。陆总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协议里写了，保证你的基本健康。只是这样。苏小姐，别想多了，喝完就去睡。资料呢？我看。你一个人？有问题？没有。那份旧租赁名录右下角还有一页附件，别漏了。知道。还有，第2次主租登记的章印像是河岸街道办旧章，可能能反推经手人。如果明天去旧址……苏婉晴，闭嘴，吃粥。
陆景琛，又怎么了？如果协议结束了，你还会不会这样管我？先把眼前这关过了，再谈以后。奶奶，今晚老宅带他回来。他身体不太舒服。知道了。陆老夫人。让我去？今晚家宴。这么突然？他向来不喜欢给人准备时间。是想看我，还是要看我们？都有。所以眼前这一关来得挺快。你可以不去。然后让陆家觉得未婚妻连一顿家宴都撑不住。我能处理。协议里写了，必要场合配合公开身份。魏还行，周很有用。别逞强。陆总，今晚要是演砸了，影响的是你。你不用替我担心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不想欠你。需要对口兵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订婚时间、相识经过、感情进度。订婚是两家协议，这个不能说得太像交易。称呼呢？陆总肯定不行。你平时怎么叫都行。在老宅叫你陆总，他们会挑。那叫景琛？可以。你呢？婉晴，要演到什么程度？让他们挑不出错。陆家挑不出错的标准应该不低，所以别硬扛。你觉得我会被他们问住？不是问住，他们擅长让人自己乱。那我尽量不乱。你只需要坐在我身边。然后呢？剩下的我来。少爷，苏小姐，老夫人和夫人都在餐厅。台阶。谢谢。现在开始。什么？别叫错。知道了，景琛。老夫人，晚上好。还叫老夫人？奶奶。奶奶，坐吧。苏小姐第一次来老宅，倒是不怯场。长辈在，怯场也该稳住礼数。礼数这种东西，不是一晚上能稳住的。听说苏小姐近来一直在忙远星的旧项目。远星旧项目牵涉苏家，也牵涉陆氏合作，我把它理清楚，才不至于给景琛添麻烦。他倒是替你想得周全。他一向分得清轻重。苏家如今的情况，能进陆家的门，确实需要分清轻重。苏家有苏家的难处，我不会拿他遮掩，也不会带着他向陆家索取。若您担心的是这个，我可以先说明。说明什么？订婚是我和景琛共同决定，该承担的我承担，该避嫌的我避嫌。陆家的资源我不会私用，苏家的事我也不会让陆家替我背。共同决定，景琛是这么说的。他晚饭吃的少，奶奶有什么话先让他吃点，别碰辣的，胃还没好。谢谢，景琛。看来景琛对苏小姐很上心。她平时不太会说，但做事一直细。我有时候忙起来忘了吃饭，她会提醒，
虽然语气不怎么好。他从小就这样。会照顾人是一回事，合不合适又是另一回。苏小姐，你以后若进陆家，很多场合不是靠能力撑住。我明白。陆家的亲眷、董事、外部关系都有各自的规矩，你觉得自己能适应？我不敢说马上适应，但我能学。学不会的我问，问不到的我记。若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也请您直接指出。倒是谦虚。长辈面前本来也没有逞强的道理。他不是来应聘陆家儿媳的。景琛，家宴可以问，审讯不必。婚期想过没有？远星项目还在关键期，至少等第一阶段审计结束。拿项目挡我？不是挡您，那是什么？是不想仓促。你也这么想？我听景琛的安排。但如果奶奶担心我们拖延，订婚期间该有的分寸和往来不会少。分寸？你倒是喜欢把话说稳，因为不稳的话，容易让人误会。你怕我误会你？怕还敢来？因为不来，误会更深。他比你会说话。他本来就不差。行，婚期我暂时不催，但景琛，别让我发现你拿婚约当挡箭牌。不会。苏丫头，奶奶，陆家门槛高，不是吓人的话。你想进来，就得看清自己要面对什么。我会看清。回去吧，天晚了。演得不错。你也是。听起来不像夸奖。本来就不是。生气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不看我？陆景琛，你刚才那些动作是临场反应，还是提前设计好的？哪一些？夹菜、换水，提醒我忌口。你胃不舒服是真的，所以不是演。有些是演给他们看。有些呢？顺手。你这个顺手出现的太频繁了。今晚本来想等你睡了再看。他姓乔。乔世坤。你查到了？周特助比对了旧河岸片区几份登记，他曾用过一个中转商的名义租过仓库。他和我父亲认识，至少同框过。那钱四爷呢？乔世坤和钱四爷是拜把子兄弟，所以照片不是单纯的威胁，是有人在把我们往乔家旧线索上引。那乔世聪现在在哪儿？失联10年，但他有个女儿，3天后回国。他叫什么？乔安。乔世坤的女儿。户籍资料上是。那乔世坤全名、身份和我父亲当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回书房查。现在不能说。能说的不够完整，我不想用半截资料误导你。陆景琛，你是不是已经怀疑我爸当年不是主谋？我怀疑很久了。坐下。我站着看也一样。你胃刚好一点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正因为现在是查事的时候，才不能让你先倒。
陆总，资料我已经打包发过去了。乔世坤早年做过码头中转贸易，后来注册了3家咨询公司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公开记录显示，10年前病故。10年前？是，时间在10年前6月。问题呢？他名下几家公司并没有在他去世后立刻注销，而是在之后1年半内陆续被并入几家前世关联企业，不是直接挂在他名下。钱四爷隔了2层代考，1层基金，1家外地贸易公司，但最终受益链能绕回前世旧产业。我爸被指控挪用项目保证金，是10年前9月。前世接收第1家壳公司，是10年前10月。第2家是11月，第3家是第2年1月。也就是说，乔世坑出事，壳公司开始转移，我爸被推出来背项目窟窿，然后前世顺势接资产，整齐到像提前排好的。不是像。乔世坤负责旧河岸中转，钱四爷接盘壳公司，远星项目资金在这期间被抽走一段，苏明远的签批节点刚好卡在缺口暴露前，所以我爸不是拿钱的人。至少从现有资料看，他更像被放在明面上的责任人。那当年为什么没有人说？查旧会计已经找到了一个，姓梁，给乔世坤那几家公司做过外账，现在退休，在外省。接进来。是。喂，梁先生，我是陆景琛。陆氏的陆。我已经不做账很多年了。梁先生，我想问乔世坤。乔先生已经走了。他真的病故了吗？公开怎么写就是怎么回事。乔世坤名下公司在他去世后并入前世关联产业，你应该知道转让文件是谁经手。陆总，有些旧事不是知道就能说的。那我父亲苏明远呢？他是不是替人担了账？苏小姐，你父亲当年很讲规矩。讲规矩的人为什么会被定成那样？乔先生走得太巧，钱四爷接得太稳。你说的巧是哪一件事巧？病故时间还是转让手续？我只能说到这儿。梁先生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真相也要有命拿。我签过保密协议20年，涉及商业账册不能外传。你们要问，就拿合法调取函来。协议签署方是谁？我不能说。签署时间？不能说。公证处。陆总，别逼我。梁先生，如果有一天我拿到合法文件，你会说吗？到那一天再说。他怕的不是保密协议，是钱四爷，也是那张规则网。钱四爷不需要亲自露面，他用壳公司接资产，锁口供，等缺口出现，苏明远就是责任人。因为我爸签过字，因为他信流程，也因为他没有背景。苏婉晴，这条线查下去会牵到前世旧盘。我知道，钱四爷不会让你轻松拿到证据。我也没想过轻松。我爸如果真是替罪羊，我一定要把他从那份旧案里拉出来。你不用总这样。哪样？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，递一杯水。你撑得住？那你递什么？怕你忘了喝。说。陆总，集团内网出现异常链路，目标是远星收购数据官。远星？对方伪装成审计插件，数据丝线已摸到目录，我启动了1级隔离。第1道拦截完成，对方准备走镜像端口。
开2级矩阵，放假目录给他。诱捕？如果他识破也会留下指纹。陆总手法很熟，不是在试探旧案，那是在做什么？开始偷家了。去指挥室。陆总，内网1级警戒已拉满，主库暂时锁住，对方在绕边缘。把战情室全开。是。陆总，丢包开始上升，财务镜像端口被连续试探，对方没硬冲主库，在磨边。分区隔离，今天已经切了一层，再切，再切，再切的话，同步服务会延迟。新防火墙规则呢？现有规则挡不住伪装回流，担心误封，还是等底稿被拖走？不对，苏小姐，展开3分钟前的命令，这是实时攻击链。这削骨不计提法，照做。旧系统迁移用过过渡接口，正常接口只走这一段，不会多这一条。可能是残留脚本？不是，自动补链是双下划线，它7秒换一次壳，是伪装。拉出7秒切片。还真是借老接口绕监测。他们不是要拿公开模型的东西，那要拿什么？迁移缓存。草稿能看出真实压价区间，能反追吗？理论上能，但链条太滑，走一步换层壳，容易丢。别追主链。什么？追回流校认。对，每次回流发短确认，别堵它，让它发，然后反咬。放线调节点，按他的思路做。陆总，这样要放开一条缝，我担责。开诱导窗，缓存层加假签名，逻辑链3段联网，准备收口。3秒，2秒，1，来了！锁他！抓到第1条，第2条再换壳。不要管壳，盯确认节奏，7秒换名，14秒归位，第2个规定点才是真出口。对上了。海外中转出现了。陆总，对方主动切链，要不要继续强追？收口，先保主库。远星主库安全未失守，假签名包回收，提稿未外泄，差一点。不是差一点，他们知道从哪儿下手。把源头信息单独拉出来，已经在做。苏小姐，远星纠结口的规则你怎么记得这么细？远星内部做过失败迁移，我参与过那段底稿整理。你参与过核心迁移？外围整理。陆总，海外节点在开看空壳公司下，前4爷的风格很像，他喜欢隔几层壳不沾手。
把这家公司注册资料全调出来。是。远星并购目录全改单独密钥，旧迁移接口彻底封死。明白。把攻击链做成回放，留证。已经开始录制封存。做得很好。不是我一个人，没有你，这条链今晚未必抓不住。从他冲进来到开口，他根本没犹豫过信他。这念头来得很重。陆总，海外空壳公司的初步信息出来了，说公司名叫 Nexa Harbor，3年前注册。表面看不出和前世有关，但去年和一家公司有过短合同。哪家？果然绕回来了。不是单纯抢并购底牌。他们在清县，刚查到乔世坤，就来碰远星，像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地方不能碰。可能是找我们手里到底有多少。既然露头了，就别浪费。我安排法务和海外调查同步跟进。别惊动太大。明白。陆总，系统稳定，后续做全量排查。去做。还能站？有点累。知道累，算好事。陆景琛，刚才你连问都没问，就按我的思路做了。你不是已经给出答案了？万一我错了呢？那就一起改。陆总，海外节点资料我发您邮箱了。再订2份夜宵。现在。你也饿了？你脸色比屏幕白。你这是夸我，还是说我像报警灯？前者。顺着他查。乔安。乔安回国前已经在海外做过预部。他不是刚要回来吗？人没到，手却伸进来了。他比乔世雄聪明。Nexa Harbor 去年短合同后，钱走了3层，最后落到旧名单上，像顾问费，也像封口费。名单。远星仓储审计组3年前的外围人员参与过苏家仓储交接底稿复核。我爸的案子里，仓储交接记录一直缺一段。如果当年有人看过原始交接，就知道记录在哪儿。婉晴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说。我记者朋友查到一件事。他真的知道我爸的事吗？至少有人不想让他开口。你在比什么？时间。说。陈其安公寓费改现金代交，代交人留了虚拟号，号码归属。充值只差40分钟。苏小姐，把节点发我。发了。查到了，他买过商务车通行。什么时候？昨晚11点。车牌。套牌概率高，正查路口。如果他们已经去过，先到再说。我不想又晚一步。你不是一个人在追。2位探望哪位？陈其安。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。305房陈其安上个月改现金代缴，可能系统没更新，纸质登记也没更新。这是内部资料。今天早上谁来过？没有谁。监控呢？监控维修。7点有访客登记的是前世资本。陈其安在哪儿？他们说请他谈合作，拿了份协议他就跟着走了。
像保密协议。 305，房间不能随便。他真的知道。是他们。我们查 Nexa Harbor， 查乔世坤，查乔安，所以他们来把人带走。苏婉晴，看着我。如果我再快一点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被带走？带走他的人不是你，可是线是我追出来的。是你追的线，让我们知道他活着，知道有人怕他说话。我要把他找回来。会。我要参与。 7点06分离开，城郊北路8点前有2次抓拍，然后消失在新区商务环线。他们换车了，可能是进了有地下通道的园区。前世资本下午有个闭门酒会，地点就在新区。他们会把陈其安带过去？不一定，但负责这件事的人会露面。那我们直接去。不直接去。钱四爷的人喜欢谈合作。 那就给他们一场合作，用投资意向把人调出来，再用车辆路线确认陈其安去向。我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一露面，他们就知道他更重要。我可以装成陆氏的人。你的脸，他们认识。那我留在车里做数据支援。也不行。 这不是你的并购案，是我爸的案子。正因为是你爸的案子，你不能被当筹码。你留在公司，你比任何人都适合做这张网的眼睛。我不想躲在后面，是站在最不会被碰到的位置，把他们看清楚。我可以。这次你留在公司，哪都不要去。这是命令。 陆总，前世那边回了，接受邀约，但见面提前到1小时后。清场，改一线，15分钟内把文件发到会场。别添乱。 苏小姐，陆总说您可以先看这些旧档补充材料。他说的。是。陆总还说，外部来电先转周特助，不要直接接触。连这个都安排好了。微微，别糊弄我！你记者朋友在新区？是在酒会外多了3道核验，不是普通阵仗。陈其安呢？没拍到。那陆景琛为什么亲自去？因为只有他能拖住钱四爷的人。你现在出现，只会更确定陈其安手里有东西。我知道。你怕陆景琛出事？我没有资格怕这个。怕一个人需要资格吗？ 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别让他分心。如果他有危险呢？那你更不能成为第2个危险。有消息立刻告诉我。怎么样？陆总在会场，前世临时加了审查条款，要求披露 LP 背景，现场核验资金来源。他们在拖你们？不是拖，在卡死流程，只要接受。 救援线上的人会被迫暴露。
把条款发我。陆总说不用。周特助，我发。第10条已复试。陆总正在说这个。如果陆氏连披露都不配合，很难相信诚意。前世若连有效规则都分不清，17条失效，21条超范围，34条对摊承诺，逻辑不成立。何必急着否认？急的是你们。苏小姐，陆总把他们拉回规则框架了。他在拖时间。是 ，A 线进后勤楼了。陈其安在里面。不确定，门禁和疗养公寓那辆车对上了。你们有几分钟？最多7分。前世要求提前验文件、验人，合作代表名单和视频确认。他们识破了。不全是，起疑了。视频确认可延迟，同步海外时间超能争3分钟。陆总用过时差理由了。那用电子签章冲突。传新版证书，系统会提示兼容校验，是技术等待。我明白。这技术问题不太巧吗？用旧模板要求签新协议，巧的是谁？签字流程被改，需前世主管2次确认。位置。主会场外侧。会被发现。所以不能走这道门。走设备口，中控有反丘通道。你怎么知道？物业系统有报修单。收到。门在合，还差15秒。告诉陆总，抛附件3。附件3是什么？境外仓储风险质询。我有一问题。附件3第6页。贵方项目资金重叠。陆总，今天谈合作。我谈的也是供应链。接到人，前世要提前验人。陈先生呢？已离开，转交应车。还有多久？20秒，全线红了。用访客会议牌绑定你设备，走访客通道。完成接应。人安全？暂时安全，能沟通。陆景琛呢？陆总还在会场。为什么不走？必须把谈判收尾。他会不会有事？陆总让您回公寓等。他自己为什么不说？他在谈，您先回去。怎么还不睡？你受伤了，小意外。周特助没告诉我。没必要。没必要。你把我关在公司，看着你一个人拖时间。苏婉晴，你别叫我。我知道去了会添乱，但我怕的不是失败。我怕你回不来。苏婉晴，陈其安救回来了，那你呢？你还说小擦创？处理过了。处理过了还这样？苏婉晴，别哭。你坐下。药箱呢？客厅右侧第2个。怎么不记得自己处理好？周让处理过。周让是医生吗？不是。那你闭嘴。不用这么紧张。再说一句，送你去医院。
没到那个程度。你说了不算，手伸出来。怎么弄的？撤退时擦到金属边。你不是在谈判桌上吗？去确认陈其安上车。周让为什么没说？怕你坐不住。可我已经怕了，看着全线跳红，只能猜。你做了很多。我不想听这个，没有你的通道出不来。我也不想听。别动。好。前世的人为难你了吗？规则内的施压，说人话。想把陆氏拖进陷阱反咬，然后呢？推回前世境外仓储。附件3。他们会善罢甘休吗？不会。所以今晚不是结束。只是把人先救出来。陈其安在哪儿？安全屋。他愿意说了吗？情绪不稳，只说了一句。什么？你又想瞒我？不是。那你说。他说远星的账不止一份。什么意思？他手里的是复印件。原将呢？还没说。前世为什么急？以为他把原件给你，交给我，跟你父亲签字有关。觉得你知道旧账户。你不信我？我信。那你为什么？因为前世不信。所以你让我回公寓，是怕他们顺着我找，也是怕你被他们逼着做选择。什么选择？用陈其安换远星旧账，或者用你父亲的清白换陈其安。他们凭什么？凭他们以为，人一旦害怕，就会先保住自己最想保住的东西。那你呢？你今晚保的是什么？我保的是你不会后悔。陈其安活着，远星就还有人证，账本没找到，也还有线。你父亲的事儿，不会被他们随便写死。那你自己呢？我在计划里。你骗人！如果你真的在计划里，就不会带着这种样子回来，还告诉我没必要。好了，我去洗手。别走。陆景琛，我只是去洗手。等一下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协议还有2个半月。你提这个做什么？提醒你。提醒我什么？你随时可以把今晚的事当成协议责任之外的意外。所以你是在告诉我，不要越界？不是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在问你。问我？2个半月后，你还会不会走？陆景琛，你是希望我走，还是不希望？我以前希望你按协议走。现在呢？你别用这种话转移重点。我没有。你有。苏婉晴。我不回答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把一时的心软当成以后要后悔的决定。那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刚才的眼泪是一时心软吗？周让，什么事？苏小姐，陆总在吗？说。陈其安刚才清醒了一段时间，他说原件不在他手里。在哪儿？他说，当年远星最后一份底账被藏进了一个私人信托的附属档案，
信托编号，他只记得尾号。多少？0427。你知道0427，为什么会是我？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你知道什么，那是什么？他们怕你以后知道。陆总，陈其安现在状态不稳定，但他一直重复说要见苏小姐。他说有些话只能当面说。现在去？现在。你的伤能走？我没问你能不能走。我带你去见个人。陈其安？他真的安全？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。那就走。我自己来。刚才的话，你不用现在回答。哪句？协议。你不是很擅长算时间吗？2个半月不长。是不长。所以你现在问，不觉得太早？不早。你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提前预判？以前是。现在呢？现在有些事预判不了。比如你会不会因为今晚离我更远？我为什么要离你更远？因为我把你卷进来了。不是你卷的。前世盯上你，是因为旧案连到一起。前世盯上我，是因为我姓苏。你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苏婉晴。到了之后，不管陈其安说什么，先听完。如果他说我父亲真的做过那些事呢？那也先听完。你信吗？我信证据。也信你。人呢？里面。他不愿意说。不是不愿意，是太慌。他一听见前世2个字，就开始反复否认，说自己什么都没拿，什么都没留。监测呢，情绪波动很大，但能沟通。怕的话，可以在外面等。你又替我做选择。我是在给你选择。那我的选择是进去。前世会知道，他们会知道，我没拿原件，真的没拿。行的账，远行的账不是我藏的，我只是看过复印件，我只是被乔总叫去整理过一次文件，我不知道他们后面会怎么做。乔总是谁？乔董事，乔艳丽的父亲，乔文策。陈其安，看着我，你现在在我的安全屋，每一句话都会加密记录。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你沉默，他们才有机会。陈先生，我父亲当年做了什么？苏总，不是主谋。最后一轮资金流是乔文策和前世做局。直接经手人，钱四爷的人，钱洪胜。那我父亲为什么被卷进去？因为苏总发现了。他发现什么？方案和走账不一致，他拿到了录音内容。乔文策说不能让他带走账，钱洪胜说做成他的签字链让他背锅。我父亲入狱前说过什么？他说别让女儿碰旧账。他
还说什么？他说账能改，只有声音改不了。录音原件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刚才说他拿到过，拿到不代表还在，档案室清理过。原件应该已经毁了。应该不是确定，为什么用应该？因为我没亲眼见到。谁告诉你毁了？我不是不想说，那个人我不确定。说名字。东西交给了苏明远最信任的人。最信任的人？当年我父亲最信任的那个姓陆的人是谁？可能不止一个。什么意思？苏明远出事前能被称作旧友的人，我查到3位。陆成渊和你什么关系？我二叔。所以我父亲最后信的人可能是陆家人。是可能，还不能定。你早就知道这个名字？知道他和苏家有旧交。那你为什么之前没说？因为我没有证据。你信证据？也信你。先查陈怀章。为什么是他？他离我最近，也最容易开口。不用，如果你跟着，他们只会更怕。周特广送你到楼下。录音，有任何不对，立刻出来。陆景琛，我不是玻璃做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才更怕你碎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婉晴啊，几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陈叔叔还记得我？怎么不记得？你还玩过我的镇批。那你也该记得我父亲。明远啊，当然记得，可惜，可惜。我今天来，是想问远星旧案。婉晴，过去的事儿，别再翻了。你父亲也希望你过安生日子。这是您的意思，还是我父亲的意思？都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，就告诉我真相。真相哪有那么简单？你一个小姑娘，碰这些做什么？陈叔叔，我父亲不是主谋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紧张了。我只是怕你被人利用。被谁利用？陆家。婉晴，陆家的人心思深，你父亲当年就是太信任，才走到那一步。他信的是谁？苏小姐，陈总怎么说？他说不知道。你信吗？不信。我汇报陆总。不用说太细。苏小姐，没事，他会担心。好啊。陈怀章说了什么？打太极。有没有提陆成渊？提了。怎么提的？他说别去找他。你还答应了方旭的邀请。周特助告诉你的？他只说你心情不好。那你怎么知道是方旭？一个艺术沙龙而已。我只是去看画。随你。陆景琛，我没拦你。你现在这样像梅兰。我说了，随你。你吃醋可以直说。你希望我用什么身份吃醋？早点休息。你来了。脸色不太好。谢谢。那今天不谈那些，只看画。你看这道金色，
像不像在灰暗里撑开的缝？你觉得它表达的是希望还是困境？是选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道光可以往外走，也可以被留在里面。你是在说话，还是说你自己？婉晴，如果你累了，可以不用一直硬撑。陆景琛，看完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接你。陆总，沙龙还没结束。方先生，我来接我的未婚妻。婉晴，你要走吗？你不是说随我吗？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让你一个人来。陆总这么紧张，是因为沙龙还是因为我？都有。要我松手？先出去。你跟我走。抱歉。没关系。但如果有一天你想听一个旁观者的意见，我还在。抱歉。你也会道歉？刚才失态。只是失态。我不喜欢你和他站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谁发的？陌生号码。内容？他说，录音在我母亲留下的旧琴里。旧琴？我母亲以前有一把大提琴，父亲出事后，东西被封存过。后来搬家，我以为那把琴早就不在了。在哪里封存？苏家老宅。我让周让。等等，如果这条短信是真的，发信人知道我在查陆成渊，也知道我母亲的琴，他不是普通人。所以更不能拖，也不能被牵着走。你刚才说想站在你身边，是不是也包括这种时候？包括。陆总，真是您啊！刚才里面人多，我还以为认错了，没想到陆总也有兴致来看这种小沙龙。这位就是苏小姐吧？久仰久仰。您是？王启年，做点艺术投资的小生意。以前和远星也算有过几面之缘，苏小姐可能不记得我。陆总这是真把苏小姐带在身边了？有问题？哪儿敢！只是外头传说这婚约是权宜之计。苏小姐别介意，我说话直。远星当年闹得大，陆总肯带你，很给面子了。你刚才说谁给谁面子？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开个玩笑。拿我未婚妻开玩笑？是我失言，您别往心里去。道歉要看着他。苏小姐，刚才是我嘴快，您别计较。王总，远星破产不是谈资，我父亲的案子也没结束，以后再提苏家，请带证据，否则就是造谣。苏小姐说的对。还有一句，我的未婚妻不仅是我的人，她的能力远超各位，轮不到旁人治水。明白，是我有眼不识。走。婉晴，短信需要查，我可以找人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因为他，我会和该站在我身边的人一起查。我明白了。刚才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王启年的话，我能自己处理。我知道。为什么抢在我前面？协议第7条，保持恩爱形象。质疑你就是打我的脸，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周特主，回公寓，老宅周边静默不控。是。不直接过去？对方要的就是你现在过去。可琴如果真的被取走，先查谁知道琴。